这是乐高机械组首次在1:8超旗舰跑车中加入双压轴功能，注定也会让这款42232科尼赛格萨达尔之矛成为一款超级里程碑套装。在这款套装中，你会看到乐高设计师通过精妙的连杆设计，实现后盖一键联动前盖，两侧旋翼门，甚至连后视镜也可以在车门开合的过程中同步联动。在前后左右可以同步联动的情况下，前盖还有两侧旋翼门呢，甚至还可以单独联动。而全新的变速箱架构不仅实现了9档变速，更是首次加入了数字档位指示器，还有完美还原原型车的 Triplex 悬架系统。除了水平第3减震器，甚至还加入了 Z 字形防倾杆。另外还有转向和方向盘联动、V8 发动机联动、手动尾翼调节、可拆卸的车顶盖等等非常丰富的功能。所以通过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把这辆价值3700多万的科尼赛格从内到外用乐高积木来还原，到底会有一个怎样的表现呢？包括也会通过建模的方式来硬核拆解它的功能原理。先看包装，彩盒采用了和此前42172相同的尺寸，其中一面是原型车和成品的镜像对比，另一面则是积木成品图。零件数4104片，也是迄今为止零件数最多的乐高官套1:8。打开彩盒，里面有3个内盒，2本拼搭手册放在彩盒的底部。那所有的零件呢，一共是被分成了30个大步骤分包，平均每个大步骤只有137片零件，再次刷新了分包细致的极限。不过2本拼搭手册相对于此前的几辆1:8，长宽尺寸做了一点缩减，2本手册拼起来可以得到车子的正视图。不过仔细看会发现，其中一半是积木，另一半是原型车。第1册的开篇做了34页的彩图，对科尼赛格与乐高的合作背景、产品理念、原型车、积木的设计、测试，以及还有比如9档变速箱、空气动力学设计等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包括在其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积木成品和原型车的对比内容。另外2本手册的末尾也各有2张彩图。那总步数呢，一共是有1171步，步均3.5片零件。好啦，那么看完了开箱，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套装中出现的大量新零件。编号为7558的集成了多功能控制臂的叉臂零件，编号为7168的集成了球涡模块的全新刹车碟片，以及配套的编号为7169的转向节，编号为7659的球形万向节，十字轴部分做了进一步的加长，编号为7445的9宫位换挡凹槽轮，步进角为40度，9个宫位设置为0、1、0，一共循环3次。编号为7446的9宫位换挡凹槽轮，和7445不同，7446的9个宫位是连续的3个1以及连续的6个0。另外还有8齿离合齿轮、14齿正齿轮、18齿离合齿轮共3枚传动齿轮，以及1枚9齿步进齿轮。为了方便标定角度，这款零件使用了双色模具。科技面板新零件有1枚编号为7661的5×5×2弧形转角科技面板。避震也有新零件，其中1枚6单位长的中号避震，两端各有1个小孔，压缩行程大概是1个单位。还有1枚14单位长的超大号避震，两端各有3个小孔，压缩行程大概是2.5个单位。最后是全新的轮毂，区分左右，尺寸和此前迈凯伦 P1 还有法拉利 SP3 都是完全一样的。颜色采用了深银灰，由于是金属色零件，在外观面上可以看到一些轻微的结合线，不过影响不大。所以统计下来，这款套装一共有多达15款新型号零件，也就是不包括新颜色零件，也不包括印刷件，光是新型号呢就有多达15款，确实是刷新了科技组套装之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边拼搭一边来看一下内部设计。这里是变速箱部件机构的弹性底池装置，设计师使用了2枚43093的十字轴部分作为导轨，底池模块在皮筋的作用下可以在上面来回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底池部件使用的是光滑销配合1单位圆环，做出了一个滚子结构，并适当嵌入步进齿轮。在这方面，和此前42172的平面硬底池完全没有嵌入步进齿轮的设计方案呢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和42172只做了1处步进装置不同，这款42232在左右两侧各做了1处步进装置，因此可以显著的提高换挡可靠性。
到这里，变速箱核心部分就完成了。可以看到，确实是非常的巨大，差不多从车身中部一直延伸到了后悬架的后面，也就是车尾的位置。那核心结构呢，一共是包含 A、B 两个变速箱，每个变速箱各包含3枚换挡凹槽轮。其中变速箱 A 的3枚换挡凹槽轮的9个工位设置是3个1、6个0，也就是每换挡3次切换1次齿轮组。具体的也就是1、2、3档是24:8，4、5、6档是16:16，而7、8、9档呢是8:24。再看变速箱 B，3枚换挡凹槽轮的9个工位设置是0、1、0，不断循环。应用到变速箱中，也就是每换1次档切换1次齿轮组。具体的也就是18:14、16:16、12:20，像这样不断循环。那么2个变速箱串联后，因此也就实现了3×3这样的9档变速箱架构。因为目前这里呢只是变速箱的核心部分，稍后还会加入更多的齿轮组，所以后面我们再通过建模来详细的分析每个档位的动力传输路径。这里我们先继续。全新设计的后悬架，左右两侧上插臂采用了编号为7558的集成了多功能控制臂的插臂零件。和原型车一样，这里一共有3套减震器，包括2套斜向安装长度为6单位的减震器，以及1套长度为14单位的第3水平减震器。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和原型车一样的 Z 字形防倾杆，不过在这里只是外观搭建的用途，虽然可以活动，但并没有载荷设计，也就是并没有实际的受力联动功能。值得注意的是，2个金色的气瓶呢，在这里也是做到了搭建。那经过测试，悬架的回弹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支撑性没有问题，并且基本所有的悬架运动都可以反馈在这3枚减震器上。完成 DNR 模块以后，完整的变速箱呢就已经拼好了。这里我们通过模型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首先可以看到，整个变速箱的一端连接 V8 发动机，另一端连接后悬架差速器，分别也就是变速箱的动力入口和动力出口。那具体到变速箱，在整体架构方面可以拆分为换挡机构、步进机构、档位指示器、变速箱 A 和变速箱 B。其中换挡机构的动力来自手动换挡拨片，步进机构负责控制换挡装置呢，以稳定的40度分度角做步进运动。档位指示器则通过一组4:4的齿轮组连接换挡机构，因此可以实时显示档位数字。接下来具体到变速箱的9个档位，经过分析，9个档位的齿轮比依次是3.37、2.62、1.57、1.12、0.87、0.52、0.37、0.29和0.17，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齿轮比，和42172迈凯伦 P1 的0.09到1.41一样。在大部分档位下，推行时的发动机联动速度呢会非常的缓慢。当然，好处是推行会相对更加顺畅一点。并且即便是这么小的齿轮比了，我们看到设计师在传动结构中甚至还加入了离合器，目的呢应该也是为了进一步增加整个结构对拼搭的容错能力。也就是说，即便拼错了，也要让车子能够正常推行。在其他方面，每个档位参与联动的齿轮组数量在7组到13组之间不等，齿比阶梯则是在0.60到0.78之间。具体的也就是2档换3档，还有5档换6档的渐进呢，并不是非常平顺，所以稍微有一点不太完美。另外，虽然变速箱 A 和变速箱 B 各只有1组齿轮组参与变速，但因为这套变速箱实在是太大了 ，A、B 变速箱各有1/3是位于后悬架的后面，所以为了把整个变速箱连接起来所耗费的齿轮组呢，确实也是有点多的，相对来说也是有一点不太完美的地方。再看倒档，动力从发动机出来以后，并不会经过变速箱，而是在 DNR 模块中依次经过20齿、24齿和8齿齿轮以后，直接往后悬架差速器方向传输。和前进档的奇数齿轮组数量不同，倒档情况下一共是有8组这样的偶数齿轮组，因此完成了车轮旋转方向的反向。接下来我们加入电机来做一下测试。可以看到换挡没有问题，从车轮到 V8 发动机的联动呢也是非常的顺畅。
伴随不断的升档，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发动机联动速度所呈现出来的渐进式变化。和此前的齿轮比分析情况一致，哪怕是在加入电机的情况下，其中大部分档位的发动机联动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在测试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如果在变速箱工作的情况下换挡，有很大的概率会发生变速箱内部的动力传输环和十字轴花键相互卡死的情况。当然，对于静态版来说，这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换挡测试的时候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和一般 DNR 档杆不同，设计师在这里做的是一个平推式档杆，使用十字轴作为滑道，同时将档杆模块的下部十字轴嵌入底下拨杆模块的销孔，因此实现将档杆模块的水平运动转换为拨杆模块的旋转运动的联动效果。不过测试下来，这个操作还是稍微有一点费力的，并没有直接拨动档杆模块来的那么顺手。这里可以看到幽灵模式相关连杆机构的其中第一段连杆，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小号硬避震为整个连杆机构提供弹力。这里来看手动换挡拨片模块，整体设计方案和之前的几辆1:8比较类似，不过中间的步进齿轮同样是使用了全新的9齿版本。经过测试，拨片联动没有问题，并且手感也是非常的清晰。这里来看方向盘联动结构。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20:16、16:20以及一组24:12，共3组齿轮组，完成转向齿轮和方向盘之间的联动。前悬架的整体结构和后悬架类似，同样使用了全新叉臂零件，包括3套减震器的布局呢，和后悬架也是基本一样的，当然也是对原型车的还原。转向齿条上安装的2枚黄色2853，稍后会用作转向行程限位的用途。这里是幽灵模式相关连杆机构的第2段连杆，它的作用是把第一段连杆的竖向行程运动转换为车门连杆所需要的水平运动。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段连杆其实有一前一后2个驱动点，其中靠后位置的这个驱动点就是用来开启车门的按压开关，而前面的这个驱动点呢，则是和后盖产生联动。也就是当后盖抬起来的时候，同样也可以触发这个连杆，并且特别精彩的是，后盖连杆经过了特别的设计，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深杏色的这一段。可以看到，如果按压第一段连杆后部的按压开关，并不会驱动后盖连杆，因此实现打开后盖可以开启车门，同时车门呢也可以独立开合，而不会影响后盖这样的非常精彩的联动效果。侧面外观并没有采用大模块的搭建方式，而是使用这种小模块不断往上拼搭。车头两侧外观角度创建，采用的是2个直角三角形沿斜边对拼的搭建方式。包括两侧风刀的下半部分呢，也是同样的方法。不过两侧风刀的上半部分，也就是翘起来的这部分，则是采用了单点固定外加零件抵持的搭建方式。车头前沿两侧外观模块，设计师做了多维度角度创建。首先是使用带角度十字轴连接件创建出了一个倾斜向下的角度，然后同样也是采用2个直角三角形沿斜边对拼的搭建方式，创建出了向后的斜度。这里是幽灵模式相关连杆机构的第3段连杆，设计师在里面使用了1枚小号硬避震为前盖支撑提供弹力。值得注意的是，第3段连杆既可以单独运动，也可以被第2段连杆驱动，因此也就实现了打开后盖可以驱动前盖开启，同时前盖也可以单独开合这样的联动效果。再看第4组连杆，也就是后盖连杆。当我们打开后盖，同步也就会把这根深杏色的后孔臂向上提，对应的也就是完成刚才我们看到的对第2组连杆的驱动动作。来到车门部分，首先整个车门通过28齿小转盘模块和基座连接，基座连接平行4边形连杆。当车门向上旋转，和28齿小转盘零件啮合的1枚杏色12齿锥齿轮作为行星轮，也会发生同步的旋转。动力进一步向上，通过1枚半轴套和皮筋作为动力传输，带动后视镜旋转。使用皮筋作为动力传输的方式，应用在后视镜这里呢，不但是非常的巧妙，而且也很合理。如果我们直接掰动这个后视镜，或者不小心碰到这个后视镜，都完全不用担心内部联动结构损坏。
进一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枚浅灰色的4齿齿轮被固定在平行四边形连杆的末端。当平行四边形连杆向外运动，这枚4齿齿轮相对于车体也会发生同步的旋转，因此呢，也就驱动整个车门向前翻转，完成旋翼门的开合动作。好了，那么经过大概10来个小时的拼搭，这辆科尼赛格萨达尔之矛就完成了，最终成品长59厘米，重3.2公斤。在整体外观轮廓方面，经过原型车对比，还原度完全没有问题。当然，前段时间官方图片发布之后，玩家吐槽相对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车头的车灯呢，并没有采用积木零件进行拼搭，而是使用了简单粗暴的印刷件，也是到目前为止乐高6辆1:8超旗舰跑车里唯一一辆使用印刷件车灯的套装，确实是有一点敷衍的感觉。毕竟在以前呢，这是一个在1:12、1:14等小比例跑车上才可能使用的一种还原方式。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观察这款作品，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各个模块的整体角度，还是一些局部细节，不但不会让人感觉到敷衍和偷懒，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细致和用心。除了车头上沿以及下扰流板的两侧角度，两侧风刀这种局部细节呢，则是采用了科技面板进行搭建，而并没有采用常见的使用印刷件或者贴纸来还原风刀的设计方法。两侧前轮眉，设计师做了半个单位的下沉处理。那这里呢，也是为了适应内侧科技面板的外观衔接，而内侧的这个印刷了车灯的面板呢，也是做了一个和前盖相同的向前的倾斜角度，从而让前盖向两侧一直延伸到轮眉位置的曲面衔接更加的整体和自然。透过前盖的风道，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使用小轮毂零件搭建出来的2个涡扇，确实是非常的细致。再往后走，来到车身中部，除了两侧侧裙得到了还原，车门上沿微微向上的倾斜角度呢，也是做了非常细致的角度创建。而车门后方的进风通道这里，甚至还通过格栅零件对内构进行了还原。车门内侧也并不仅限于功能的用途，设计师除了对车门内饰进行了适当的搭建，在两侧车门打开以后，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红色的警示灯。再看车顶，这里也有一个非常细节的倾斜角度，包括从车顶一直延伸到尾翼的2块垂直鳍片。顶部的橙色线条也并没有采用贴纸和印刷件，而是采用了零件分色的方式对这个细节进行了还原。类似的搭建手法还出现在车尾扩散器上方这里，有2个红色的小车灯，可以说采用贴纸或者印刷件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但可以偷懒，而且也不会被发现，甚至基本也不会有玩家吐槽。但是设计师在这里仍然是选择了使用零件进行还原，并且还是通过在2块科技面板的中间缝隙位置塞一块平面砖，这种非常巧妙的搭建方式，确实是让人印象深刻。除此之外，包括中间的排气口、下方的扩散器以及两侧的尾灯呢，也都做到了不错的搭建。在前后盖打开以后，除了后盖里面的 V8 发动机，我们还可以看到完美还原原型车的 Triplex 悬架系统、Z 字形防倾杆以及排气气管等外观细节，甚至连减震器边上的金色气瓶这种小细节也是得到了搭建。好啦，那么到这里，大家感觉这辆科尼赛格的外观搭建可以打到多少分呢？接下来我们来做功能测试，首先是前后悬架回弹，测试下来前后悬架都没有问题。回弹行程和回弹手感都非常的清晰，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悬架的运动呢，基本上也都是被避震零件所吸收，可以说是满分的水平。转向和方向盘联动，测试下来联动没有问题，方向盘也可以正常的回正，车轮转向到最大角度的时候呢，也不会发生干涉。前盖开合，打开的手感非常好，而且在打开后的支撑也是完全没有问题。两侧旋翼门开合，标准方式是通过按压车门后方的按钮来操作。测试下来，如果按压速度比较慢或者力度比较小的话，车门可能无法完全旋转到90度的角度，需要用手辅助一下。不过按压稍微用力一点或者速度快一点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像这样把车门直接拉开，也是可以的。在车门开合的过程中，后视镜可以同步收放，测试下来非常的顺畅。
可拆卸的顶盖，这个功能比较简单，直接像这样取下来就可以了。设计师在这里是通过销孔和十字轴做了一个定位导轨的设计。那可以手动调节角度的尾翼呢，也是一个小功能，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是最炸裂的，通过打开后盖来启动的所谓的幽灵模式，也就是像这样，当我们打开后盖，那么前盖以及两侧的旋翼门都会同步的打开，测试下来完全没有问题。在幽灵模式下，后盖可以单独关闭，前盖以及旋翼门会保持开启的状态。不过，如果后盖开启的时候关闭前盖或者旋翼门的话，也会导致后盖的同步关闭。最后是带空档和倒档的9档变速箱，以及行驶与发动机联动。DNR 的切换是在中央扶手箱的位置，前后波动的阻尼感还是比较大的，这一点并不是特别舒适。不过功能联动没有问题，在空档状态下，发动机不会联动。然后我们依次完成9个前进档的测试。测试下来没有问题，所有的档位都可以做到顺畅的推行。包括这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发动机联动速度的变化。不过，因为过小的齿轮比设定，在比较高的档位下，发动机联动速度确实是非常的缓慢。在这方面呢，和之前42172迈凯伦 P1 的状态也是类似的。在换挡手感方面，这辆科尼赛格的换挡拨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一辆乐高1:8官套了，手感非常清晰。包括持续测试下来的可靠性，同样也是顺利通过测试。首次加入乐高官套的档位指示器被设置在主驾驶座的侧边，那测试下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在最后加入电机的测试环节，我们可以更明显的感受到发动机联动速度所呈现出的渐进式变化。但是和拼搭过程中的测试情况一样，这里非常不建议在变速箱工作的过程中执行换挡操作。好了，那么到这里，这辆科尼赛格的所有功能测试就完成了。可以说，在功能方面，确实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乐高1:8超旗舰跑车官套作品。极具创新的幽灵模式，以及全新设计的9档变速箱，哪怕是只把其中任何一个加入到套装中，都可以算是有出彩的表现了。但乐高却在这款套装中给了2个像这样的压轴功能，并且所有的功能实现在可靠性方面也都没有问题，确实是夯爆了的水平。最后来看一下牢固度，可以看到设计师基本做到了对所有外观模块的多点固定，整个外观面上基本也没有发现特别容易脱落的零件或者模块。不过，比如尾翼两侧端板这些使用砖块零件的地方，如果碰到的话，还是有可能会脱落的，也都算是正常的表现。好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款科尼赛格的全部评测情况了，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对这款套装的评价打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哦。咱们下期见，拜拜。